国会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，再没这道防线，天崩地裂。民进党上至行政院长，下至各部会，到处造谣，所以面对大罢免，出来投不同意。民进党心中的民主，民进党做主，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。就今天他少数，他就跟你闹。所以除了民进党的一言堂之外，其他人讲的都是中共投入了。我们好欺负吗？哦，中民进党8个字：选举有术，治国无方。现在我们台湾面临这么多的问题，我们的政府在哪里？所以大家真的要站出来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造谣的政党，我们给他史上最高的预算，他们到处去宣讲没有卫生纸、没有水、没办法开灯，他们已经忘记了创党的青年勤政爱乡。蔡英文追求居住正义，结果当了8年，台湾的平均房价涨了98%。赖清德为了选总统搞了个新青安政策，结果更多的年轻人连房子都租不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国会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，再没这道防线，天崩地裂。民进党上至行政院长，下至各部会，到处造谣，所以面对大罢免，出来投不同意。我告诉大家，最近在搞替代役，要扩大召训。第一项召集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要负责军事设施、桥梁、机场、油管等相关的重要的设施的维修，还有运送军品、子弹、飞弹、各种的军用物资。我告诉大家，虽然两岸在国际法理上可能是内战，是不是用战争法是一回事，但是就算是用国际战争法，你如果协助作战，你叫支援作战人员，你就是等同合法打击目标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造谣的政党，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创党的青年勤政爱乡土。我们给他史上最高的预算，他们到处去宣讲没有卫生纸、没有水、没办法开灯。当初蔡英文说我们不用核电，我们绿电一定跟得上。吴秉叡，如果你家涨电费，我来帮你缴。结果他有没有帮大家缴？没有，他让我们的日子变不好过。蔡英文在第一任选举的时候告诉大家说，我要追求居住正义，我要保护年轻人，结果他当了8年，台湾的平均房价涨了98%，到现在更严重。结果赖清德为了选总统，为了要骗你们年轻人的票，搞了个新青安政策，他说要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只有少部分人买到房子，结果呢，他让房价飙到天上去，更多的年轻人连房子都租不起。这个悲剧是赖清德一个人为了选总统，结果让大家一起去死。蔡英文为了要反核团体的票，搞了一个废核，接下来马上又要通膨了。结果那个烂政党还告诉大家，就是因为国民党挡台电的拨补，物价飙涨是国民党害，这什么鬼话啊？问题是什么？完全错误的能源政策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这么疯狂追求极端的不用核能啊。那有一些追求极端不使用核能的国家，他们是跟邻近的国家买核电啊。请问一下，你台湾有什么样的天然环境可以这么做？然后他每天都跟你讲那核废料怎么办？核废料怎么办是你政府的责任啊！你怎么说跟人民讲说因为核废料处理不了，所以不准用核电？民进党为什么这么干？核电它是一个世界管制的东西，这个很多它经过联合国观察，所以你要上下其手，要搞钱不容易。什么东西可以搞钱？新的能源绿电啊！所以当国民党、民众党挡下台电拨补的钱的时候，民进党抓狂，他赚不到钱，他夺人钱财跟杀人父母一样。你听过世界上哪一个民主国家的国会不能监督行政权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，那就是独裁国家嘛。结果我们国会的改革法案竟然被他们挑选出来的大法官宣告违宪，官员到国会讲谎话没有责任啊！你看离不离谱？所以大家胡说八道乱讲一通，到国会说我预算被删光，我没有钱买卫生纸，谎话也没关系嘛。这个是你们要的政府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出来投反对罢免，我们不能让柯建铭变成柯院长，对不对？结果今天我们台湾的国会竟然是一群人在里面大呼小叫，做一些外面人家认为不入流的人在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国会民进党在搞的事。所有人都知道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就今天他少数，他就跟你闹。上一届、上届，当他多数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我今天通过了法案，你要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是民主。
大家就算了。但是第11届开始，民进党席次少了，你还是必须听他的，这就是他的民主。所以民进党他心中的民主，民进党做主啦。除了民进党的一言堂之外，其他人讲的都是骗人，都是中共投入人。所以我家多少代都在台湾生长的，我跟中国大陆那边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性。我每天也被扣中共同路人的帽子啊！他讲输你就中共同路人啊，事情做不好也是中共同路人，什么都中共同路人啊！这种烂政党走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意识形态作祟，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是谁把台湾带向战争还有贫穷？民进党。是谁把台湾带向战争还有贫穷？民进党。大家要记得这个事情，绝对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今天他们竟然还可以胡说八道，说为什么我们要戒严？我们的戒严就是为了保护民主，这种鬼话、这种神逻辑都出得来。那这样子，我是不是每天都出去外面跟你讲，我做坏事是为了保护好人？这是鬼扯淡呐！哈，这。送民进党8个字：选举有术，治国无方。现在我们台湾面临这么多的问题：少子化危机、能源危机、低薪、高工时、医护人力短缺、房价又很高，更不讲外部的问题。我们台积电被迫出走，又有10几家非常大的公司，整个产业链要一起去美国做投资啊。其实非常多政商界的大头们非常的忧心。我们的产业被掏空，人才被掏空，所以我们面对到这么多的内忧外患，我们的政府在哪里？是，我们的政府却在搞大恶霸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今天你罢免是针对某1、2个立委，他真的素行不良，可能是贪污或者是作奸犯科、杀人放火，如果你是针对1、2个，那也就是针对他们，也没有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他是把全台湾的不同声音的在野党的立委搞罢免，这就是一种恶霸。而这个全台的恶霸到处乱窜，就是一场民主社会的瘟疫。这一场瘟疫，我们是不是大家要一起把它站出来消灭它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选你选票一票一票把你选出来，结果每年都在给你搞选举，没有在治国，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们选他干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台湾人怎么办？出来投不同意，我们要出来投不同意，给现在的执政党一点颜色。赖清德保证，在我当选之后，台湾不会有战争，也会更和平。请问今天有跟川普跟上了吗？那为什么当民意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现在搞大罢免？当赖总统宣布赖17点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忧心。第一个忧心的是，我们对内正在大清洗。今天必须站出来是说，不只是这些大立委们哦，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被清洗的对象。对外宣战，对吧？谁想打仗啊？请问？卖台用送的啦，没有卖的啦。没钱啦。对，今天台湾的言论自由面对了严峻的挑战，只要意见不一样，就可能会被追杀呢。这个追杀的工具箱可能有拐杖，可能有检调、司法、中选会还是绿选会，还有可能哦，警察等下约谈你们什么反渗透法啦。宪法第7条明定，在中华民国不分种族、宗教，任何的人族群。我们是平等的，请问各位，你们今天感觉到台湾平等吗？没有。现在不能谈中华民国，是不是很荒谬？这是我们的宪法，这是我们从小赖以生存的国家，可是现在却要被各种的扭曲，所以要教训这第一关哦，真的要阻止这些恶化的癌细胞一样扩散下去。最好的第一关的做法就是先把反罢免、抗罢这件事情做到。那么让民意可以展现在赖总统听得进去、看得到，也惊不？会惊了？我们好欺负吗？所以啊，大家真的要站出来。